到底照染能不能完全等同为古典技巧？我先把答案讲出来，其实是不行的。12, 11, 10, 9, 8, 7, 6, 5. Hello guys, welcome to Painterverse， 这是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什么？我们要聊一个不是对所有美术生都很了解，但是对基础功有强烈迷恋的人应该都不陌生的一个名词，就是油画当中的古典画法。讲到古典画法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玩，在油画当中我们有所谓的上色法、涂色法。那涂色法当中其实有分几个不同的方法跟派别。很多人会习惯，如果今天是拿油画颜料直接上去，最后上完也就这样一层直接涂完的，会称之为直接画法。有的人他是一层一层把颜色照染上去，注意这边出一个关键词，照染。有照染的这种绘画，很多爱好者会喜欢称他们为古典画法。大家记得两件事情，就是有直接画法跟古典画法这两种，在台湾教育界称的这种油画上色法。这两种方法也有人称古典画法叫间接画法，因为它是跟直接画法相对。这种技法在台湾的语境底下，大家是怎么去认知它，怎么去理解它的？在台湾这个环境底下，照染对于很多很认真的学生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名词。我曾经以前听老师说过一个传说就是说为什么照染很高明，在技巧上很厉害。就是照染呢，它并不是让颜色在调色盘上混好之后放上来，而是在油画当中借由一层一层的叠加，先有一个底，然后上面覆盖透明的颜料，然后比如说你今天画一个绿，它本质上是用蓝跟黄这两个透明颜料最后叠加起来，在不同层次的作用底下产生出来的，有一点像是这张画是用一层又一层的彩色玻璃，最后折射出那个效果，让你感受到它那个颜色。在这样的这种宣传底下，你会感觉那个颜色仿佛更加透亮，更加活生生，更加的这种神秘的这种效果。因为这个技法很高超你知道他当时在台湾甚至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不去拜师，你不去这个跟老师说你学完就自宫的话，那基本上仿佛学不到这门技巧的堂奥，学不到它的奥义，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我学生时期所接触到的一个很大的神话。然后呢，照染这个东西其实一直以来特别有一种职人精神的感觉。做照染的师傅就会在那边画，摄影机这样子过去，旁边有圣光这样洒下来，这就是一个会照染的所谓的师傅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特别喜欢称它为一种照染仙人就是钻研一种技术到一种很神奇的一种状态。在日本我们很喜欢叫这种人仙人嘛，什么天妇罗仙人、布丁仙人。那我觉得照染练到一个层次之后，也大概是到这个样的情况。那么照染在台湾其实可以说势力非常强大，很多人都很喜欢，或者说把它视为一种很高深的理论。而照染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嘞？其实日本也有人在研究照染这门技术，中国也有人在研究这个技术。然后这个技术可以说刚开始它是从一些修复师的口中，修古画修复师的口中再度被人们挖掘出来的一个词。与此同时台湾跟照染的渊源其实还跟另外一个流行有关，那就是水彩。台湾的美术联招基本上有个科目就素描水彩，所以水彩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美术生都逃不掉的一个东西。那么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个很基本教育的水彩老师说，水彩就是不能加白，加了白的水彩就是一种不透明水彩，而不透明水彩跟水彩就像是折纸有没有用剪刀。如果折纸你今天不用剪刀而折到那个形状，人会说你神乎其技。但如果你今天用了剪刀，说明你用了折以外的技巧，而你的这个折纸这个作为一门艺术就不够纯粹。所以当时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后来大家经过高中之后，到了大学开始会画油画，后来很多人其实还是心心念念水彩那种什么透明叠盖然后产生一种很神奇的效果这种事情，其实一直以来深深的深植在我们心中。这也是造就台湾人其实对于照染有崇拜的原因。我记得我前不久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老师在示范维梅尔的那个戴珍珠耳环的一个视频，用所谓古典照染油画画。那个老师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这种古典技法的老师。
然后他就画，但是不知道somehow我看到影片的后面，我还是觉得那个东西超级不像维米尔原画的那个质感。然后我就在寻思说，会不会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误解了什么？直到后来我看到了一部片子，叫做 Tim 的维米尔 ，Tim Vermeer。这部片子很好玩，这个人好像是美国，忘了是我不记得不太清楚，他是一个特效师还是制作这种场景的那种场景师。Anyways， 他是做跟这个电影产业有关的一个人。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个实验，因为其实维米尔一直是我们学古典油画圈的一个神话，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效果怎么达到，到底要怎么用人眼观察到维米尔那个世界。这个叫 Tim 的这个老兄呢，当时就是看到了维米尔他可能使用了暗箱跟透镜，于是他想说，好，那我自己就用我这个场景相关的知识搭建一个维米尔的房间，然后在里面用搭建一个透镜的这样的一个器具，然后画看。他自己本身是不会画画的，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绘画经验。我记得好像大概就画了130天之后，他真正成功的复制出一张跟维米尔可以说是100%一样的绘画。他当时还发现这个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说维米尔画钢琴上面那个海马纹，带有一些弯曲，在一定的视角底下看，然后他发现那是一个透镜的标准的一种现象。这部片子在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是很失望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维米尔那个是裸眼看到，但这位老兄他当时一看到这个透镜，他从透镜当中看到那个他照的那个景的时候，他说：“哇！”光是这个镜，透过透镜看到那个世界本身，就跟维米尔的那个笔下世界超级像。然后最后他画出来的时候，的确是这样。我把链接可以摆在那个我的下面的下方资讯栏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哦。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用我们很多标准的照染的技巧。我在这边先强调一下，什么是照染的技巧？照染的技巧其实，因为各位知道，油画是一个可以一层盖一层的材料，所以其实并不是只要有一层盖一层的材料的这种油画技巧就叫做所谓的照染。因为照染基本上讲求下面的底层是一个颜料层，而上面底层这个透明色，这两层之间要有一种交互作用。日本那个深区龙街，它画这样一层一层，最后那个金鱼在那个小鱼缸里面一这样看，光线折射下来，全部叠起来就像一只金鱼，但每一层是要透明的，这就是照染这个技巧本身的一种必要条件。所以它每次照染都是要透明色。那我在 Tim 的那个纪录片当中看到的就是，其实它不是他打了一个底色之后，就开始从透镜开始看画面相对应的位置，然后从一个角落这样一路，就是直接这样画下来，就全部长完。这过程当中也不牵涉到他再去重新照染，什么照染透明色这些问题。就算有遮盖，也顶多就是拿一个他调好的另外一个，而且不怎么透明颜色盖上去而已，顶多就是让它更加逼近于他那个影像当中看到的那个东西。所以我突然就震惊了，就像说，原来我们觉得照染就是所有印象派以前古典绘画的上色法这件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误解。OK， 好，讲到这边就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也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方案的事情，就是间接画法、照染画法，它真的是所谓的古典画法吗？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古典绘画，本质上都是在谈印象派以前的绘画。那么问题来了，到底照染能不能完全等同为古典技巧？我先把答案讲出来，其实是不行的。这个答案为什么可以这么轻的给出来呢？其实啊，在印象派以前，照染的最大宗是新古典。如果各位有去到罗浮宫看画的时候，就会发现新古典，安格尔啊、大卫他们的画面是非常平整，然后你也看得出来，它这个颜色的确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但是注意哦，他们这个叠啊，其实跟我们的叠还不一样。我们很多人认为照染就是先画好黑白，比如这个脸的这个黑灰白，画完这个素描之后，在上面染肤色，而他们那个其实未必啊，他们有时候可能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带有颜色、带有肤色的东西，他们只是因为这个地方需要调整啊，需要完备啊，需要把质感洗得更加平滑一点，而使用照染这个技法。所以呢，新古典它的确大量的使用，但是大家会很快发现，新古典的死对头是谁？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用照染吗？其实浪漫主义更大部分都是直接画法。但各位不要跟我说，你看浪漫主义上面很光亮啊，那所以当时的话，其实最后都会涂一层凡尼斯。而且我相信啦，对于台湾喜欢照染的爱好者而言，绝对不是说涂了一层凡尼斯就算照染嘛，对不对？那只是画面的保护层。但我们再把这个镜头再往更以前移，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刚刚讲的维梅尔，他就不是用照染。那林布兰是用照染吗？其实林布兰的画本身就已经非常接近爱好者口中的所谓的直接画法。这像什么鲁本斯啊，这些巴洛克，其实就拿洛可可的那个弗拉戈纳尔，你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直接画法。顶多就是他打了一个
一个棕色底或灰色底，让它的颜色看起来没那么跳。但是你看它这里面笔触完全没有说需要多次间接画法的必要跟可能。所以其实当我这样子回答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显而易见的发现，其实照染根本就不能跟古典画法画上等号。当然你叫它间接画法，这点我倒是同意的。但是又会有人问啊，没有，林布兰那个画也是古典画法，那么唯美人的画也是古典画法。当然唯美人的画法是不是古典画法 ，Tim 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你们自己去看影片。林布兰，你知道当时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嘉欣你知道我以前上那个古典油画课的时候，真的有老师告诉我林布兰是古典画法，然后我也真的照他方法操作一遍，然后操作完一遍，因为你照染上去的颜色都是透明色。老师说这个颜色不对，这个颜色很蜡黄。那你想想看嘛，你肤色不可以直接调上去的话，你东西画起来，你只能用黄去染的话，是不是就黄黄的？老师当时跟我讲法是，林布兰的额头这边的高光啊，鼻头这边的笔触啊，是先用一种像塑形膏的白色笔触画完之后，再把颜色照染上去。应该说啦，他这个做法能不能做到林布兰这个效果，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林布兰为什么要这样画？如果他只需要直接画上去之后，上面罩了一层反尼斯，就可以达到这种古画效果的话，他为什么要先用塑形膏画完，然后再上色呢？你懂吗，各位？先上一层没有颜色，只有白色的塑形膏制造笔触，然后再把颜色弄上去，这不是很奇怪？你为什么不直接拿油画用上去就好？而且还有啦，其实林布兰早期的绘画，比如他在画那个外科手术那一张，真的是可能是有用照染的哦，这个的确不否认。但是林布兰到越晚年的时候，他当时的生意已经败落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那个闲工夫，或者说他根本没有那个要向世人展示自己所谓神迹的这种欲望，去做一件这么精密、这么吃力，但是效果一般的事情。而且再说，我自己看过林布兰的原作，他的确更像是直接画法。当然，它颜色更灰、更暗 ，OK， 然后最后再上一层凡尼斯而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认为印象派之前的所有绘画都是用照染这样的涂色法给做出来的？这必须要做一些时代背景的科普，因为其实照染在台湾的流行，本质上跟中国的一些画家非常有关系。在49年之后，中国主要的美术意识形态是由苏联传过来的社会写实的这样的一种画派，那我们以下简称为苏派。在苏派的油画观念当中，他们当时其实更多的是库尔贝之后，当然库尔贝自己本身也没用多少照染，还会结合一些印象派的这些上色的用色的观念进去。而那个时候，包括苏联的素描本身喜欢走体块、走体积，东西喜欢分块面，然后油画也是非常的比较刚硬一些，比较健笔一些，就健笔啊，注意这个词。后来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大概是过不久之后就已经开始不太流行，甚至被质问。那当时很多人的问题是说，到底什么是比苏派更加古早、更加正统的、更加欧洲正朔的一个东西？那时候很多画家就去找资料。那当时你苏派再往回找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找到像安格尔这种新古典。所以哇，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古典这个词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很受人追捧的，就跟中国有时候时不时出现一阵子那种国学热一样，那种古典追捧就出现。然后那个时候的古典追捧出现之后，还有一些这种在西方做修复的这种修复师，到了中国，开始普及了照染这件事情。因为照染这个技法在印象派之后，基本上已经被所有画家摒弃了。因为就像我上一期写实主义里面讲的，连拟真绘画的拟真需求都被摒弃了。那照染这种东西跟拟真绘画这么接近的东西，当然也会被摒弃。所以后来常用的反而是修复界的。修复界的人进到了这个业界之后呢，他就告诉这些中国的学徒说，有照染这个技法，并且他讲照染这个技法跟比如当时新古典有什么关系。但这里面就造就了一种很神奇的误解，就是原来欧洲的古典画都是这样画。再加上当时中国的这种出版条件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当时所能接触到出版品基本上都没有办法企及原作的那种还原度，甚至很多时候还爆发很好玩的笑话，就是像何多林，他当时非常喜欢魏斯，他拿油画去临摹魏斯，以为魏斯的草地是用塑形膏啊怎么样去做的，就他到美国的时候才发现，我操，傻了。原来魏斯是拿水彩画的，拿坦培拉淡彩画的，他当时觉得非常 shock。可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时印花车技术它就是这样，他没办法还原那个材料的本身。甚至当时我还记得有个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当时还有美院内部的人拿国画林布兰。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当时来的时候画册就是印黑白的，没到荷兰看的时候，他一直以为叶许那张画是黑白的。我那位中国朋友自己本身以前一直以为赫尔拜因的素描是没有颜色的，而其实后来才发现赫尔拜因的素描其实是有颜色，只是因为印刷条件的关系，他当时只能拿到这个。好，
一群人，因为他们唯一的视觉资源只能来自这个印刷品，而印刷品大家知道吗？印刷品一定是平平的，一定是没有肌理的，这个是印刷品本然的一种特性，所以造成他们会觉得那些东西都是靠照染所达到的事情。所以各位发现了吗？让照染这件事情火起来本身其实有很多因素，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台湾自己本身我们喜欢画透明水彩啦，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技巧很高超啊，用彩色玻璃把颜色混出那样的效果来啊，包括中国之前的这种看到苏派看久了产生审美厌恶，需要找新的东西去成为新的一个主流绘画的时候的一种追寻，而产生的这样子的一种迷之话语。OK， 这就是照染火起来的一个背景。但是当我们仔细看到历史当中，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古典作品、古典绘画都是这样做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来聊一聊照染对于绘画来说，在绘画学上它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其实照染这件事情，它本身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在一个颜料身上再照另外这个颜色，而这个颜色最好是透明的，就是不具有遮盖效果。那其实如果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真正在绘画上的运用，那你就会发现，其实照染真正的应用场域有且只有一种，就是非常指向模拟性绘画、拟真绘画的这样的应用场景，而且也不是所有拟真绘画都需要去用到这个技巧，它本质上是要非常细致的拟真绘画才需要这样子的技巧。其实照染说1000到1万，它就是一个你手边有张安稳资料，所谓类似相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长时间对着它调整你的色差，然后基本上是不出涂色法的任何东西的一种画法，慢慢把这个东西画完。要不然如果你没有这种绘画需求啊，其实照染完全不会影响到，就你根本就不会运用在你的绘画上面。还有一种照染是比较大的，是它去染气氛的那一种。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我的画面更加沉稳，比如我照个蓝色，我今天我要画面它更加的这个有个地方暗下去，那我觉得那个地方照一个暗褐色，让那个画面出现一种我们照片的那种失焦模糊的效果。除此之外，基本上你都不会有使用到照染的这样的条件。各位注意啊，我今天用的一个词就是照染仙人这个词，因为对我来说，这些很爱照染的这些大师班的老师，基本上对我来说，他们像仙人的存在。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意思是，这世界上不存在照染天才，因为照染本身是一个非常接近于工艺上色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天才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去品一品，它其实梦上需要一种横空出世，需要一种创新，需要惊人的创意。那么在这种工序底下，不停的做，并且对的是一个已知的，就是你的极限就是像照片，或者是像真实当中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在这种已知的情况底下，他就不会看到这样子的天才，这样子的才华出现。我不妨打个比方，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它性质是什么了。如果你今天作为一个画家，你会非常崇拜那个可以在数学课上面把圆画徒手画得很圆的那个老师吗？今天你作为一个画家，你会崇拜那一个在马路上不用器具、不用辅助线就把那个停啊、那个机车标志啊给画得很工整的那个老师傅吗？如果你不会，那么请停止你对于照染的盲目崇拜，因为这种照染仙人本质上所做的事情就跟那些位一样。我并不会贬低他们，我也不是说一个是艺术，一个是绘画，一个是工艺，完全不是，只是他们的厉害程度的确在那边，但是他们的上限的确也是肉眼可见的那样。OK， 这就是我这一期要讲的所谓古典绘画。古典绘画的上色法绝对不只有照染，照染只是它的其中一种，而且照染所能运用到的这个场域，也就是那样，就是一个非常拟真的绘画。本质上，对它就是一个技术活。真的要花费你多久时间崇拜吗？其实大可不必。当一个画家，不轻松快乐的多吗 ？OK， 这里是 Pendiverse 有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我们下期见，拜拜。